印度飞行员协会啊起诉《华尔街日报》了。大家好，欢迎回到索士新语。就在我们还在为那份 AI171空难的模糊不清的初步报告以及《华尔街日报》上那个充满争议的泄密报道感到困惑的时候，一场真正的风暴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姿态从舆论场席卷到了法庭之上根据最新消息呢，印度飞行员联合会和印度商业飞行员协会就 ICPA 已经联手向德里高等法院进行诉讼，正式起诉《华尔街日报》。他们的指控呢，措辞是很严厉的，直指那份匿名美国信息源的报道是一场诽谤性的、恶意的、旨在影响调查结果的精心策划行动。与此同时呢，印度政府已经正式向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就 NTSB 发出请求，要求他们调查泄密信息的来源。AI171的这个罗生门已经彻底从一场技术解谜升级成了一场关乎声誉、主权和真相定义权的这个全面战争。当然呢，就在所有人都在聚焦于驾驶舱里边的时候，争论到底是人为失误还是蓄意破坏的时候呢，最新的调查进展已经悄然的从一个全新的极为明亮的技术视角看到了飞机的另外一个关键部位，就是尾部这个新方向不仅可能为2名飞行员洗脱所有的嫌疑，更可能揭开一个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令人不安的技术真相。那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个初步报告那最核心的也就是无法调和的矛盾。黑匣子的数字记录显示呢，燃油开关它的指令是被切换到了切断 cut off， 但是驾驶舱的物理残骸显示呢，开关本身在最后是停留在运行的位置。这个矛盾就让关于所有谁动了开关的猜测陷入了僵局，是先关掉了又推上去的呢，还是一直在上边但是燃油就断了呢？现在根据印度媒体 NewsX 的最新报道呢，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可能性，如果根本就没有人动这个开关呢？报道指出调查人员正在把注意力呢集中在位于飞机尾部的后电子舱那么他们调查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源自于后电子舱的一个重大电机故障，可能是这场悲剧的真正元凶。这个理论它的逻辑链条是这样的位于飞机尾部的后电子舱发生了某种未知的电气故障或者短路。这个时候这个故障呢就产生了一种闲散的甚至流氓的电子信号，然后这个幽灵指令呢就通过复杂的电路系统一路传到了驾驶舱，最终呢这个指令呢直接命令控制发动机的燃油供给系统执行了切断的动作，从而导致两台发动机呢在没有飞行员任何物理操作的情况下被电子化的关闭了。那这个理论显然很多朋友都觉得你这是太像印度人了，是你们自己说的。但是和我们之前反复讨论的这个数字幽灵理论呢，它算有了实体化的版本，是吧？不再是一个模糊的软件故障，而是为那个说的数字幽灵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物理起源，就是后电子舱。有一位航空专家叫 D.P. 辛格上尉，他也明确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可能性。他认为呢，一个电气问题可能导致一次非指令性燃油切断。所以这个新理论它就是试图完美的解释初步报告里边的这个核心矛盾。它让驾驶舱内的一切呢都变得顺理成章了。飞行员的否认是真实的，因为他们确实没有碰过开关。那飞行员的质问也是真实的，因为他们眼睁睁的看着发动机推力正在消失。而物理残骸也是真实的，因为开关确实没有被移动过。在很多的新闻照片里边这个 AI171的这个垂直尾翼就这个这个是整个残骸里边保留最完整的部分那么为什么位于尾部区域的后部黑匣子反而会在初步报告里边说什么呢？说受损严重呢？大家知道现在所有的信息都是前部黑匣子提供的所以这个看起来是矛盾实际上可能就隐藏着解开这个
空难谜团的关键。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尾部完整，可能是一种视觉上的假象。那个相对完整的这个尾部啊，在撞击过程中呢，从机身主体呢是断裂并甩出去的部件，而承载着后部黑匣子更靠前的那个尾部机身的结构，就是 tail section 呢，直接撞上了大楼它的墙体，并且深深的潜入到了墙体里边。那么安装在这个机身里边，内部的这个后部的黑匣子呢，就结结实实的承受了那个最猛烈的撞击。所以报告里边对它的损伤描述是呢，外壳有撞击和热损伤啊，就是后部的黑匣子，连接器被烧毁。现在呢，我们把这个物理事实和尾部电机故障这个理论一连，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的话呢，那么后部黑匣子它所经历的可能就不是双重劫难了，而是三重劫难。那第一重就是撞击前，一个可能来自它邻居，比如后电子舱的电气火灾啊或者爆炸。那已经先行一步了，烧毁了它的外部电线和连接器，并对它造成了初始的热损伤。那第二步就是撞击啊，随后的这个猛烈撞击呢，让它外壳受损并且抛飞了。第三个就是撞击后引发的这个覆盖现场的燃油的大火，对它造成了二次热损伤。所以这就让对那个受损的存储卡呀修复工作呢变得更加关键和充满了悬念。如果调查人员最终能从那个严重受损的卡里边提取出哪怕撞击前几秒钟的数据呢，那这些数据就能显示，在燃油被切断的那个同时或者之前，后电子舱的电压、电流或者温度是否出现了剧烈的异常。如果是，那么整个 AI-171空难的真相啊，就会被彻底锁定了。所以尾部电气故障这个理论一出现呢，就把整个 AI-171空难调查的性质呢进行了一次根本性的扭转。它将调查的这个焦点啊，从一个充满了就是道德和法律困境的谁的错，who did it 是吧？这么一个问题呢，拉回到了一个纯粹的，也是同样复杂的技术问题，哪坏了？那么如果这个猜想最终被证实呢，那么两个飞行员啊会被彻底洗掉这个所有嫌疑，他们呢就不是犯错者了，而是这项技术的受害者或者是最后的抗争者。那之前关于人为失误或者蓄意破坏的这个所有猜测都将被推翻了啊，而调查的矛头呢会最终指向飞机的设计和制造，就是波音787的电气系统，它是不是存在一个此前啊未被发现的灾难性的设计缺陷或者安全容易漏洞。那到现在为止呢，这个关于波音787空难原因越来越两极化，一种呢就是觉得很明显，那就是飞行员的事儿；另外一种呢，就是这怎么能说是飞行员的事儿呢？是吧？那现在呢，AI-171的这个罗生门啊，似乎正在迎来了一丝曙光，就是说，可能是技术性问题，那么它没有照向了这个人性的这个所谓黑暗的地方，而是照向了现代飞机就像这个神经网络一样复杂的这个电子系统的深处啊。而印度飞行员团体对《华尔街日报》的这个诉讼，确保了在技术真相啊就水落石出之前呢，任何试图把责任过早的引向飞行员的这个舆论审判，都会面临很大的法律责任。好的，这就是今天啊关于印度空难 AI-171的这个调查报告的进一步的说法，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